好吃，太好吃了啦！是的，这木薯椰丝糕真的可以试一试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这是来自雪州朋友 Celine 的食谱，他做了几次，一直没法做成，舅舅做了小调整。哎呦，味道很好哦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生日会 party 可以用上。木薯去皮后净重600克，可以的话尽量选用这类白木薯。市场上还有另一种黄色木薯，蒸熟后粘性比较高，会比较难塑形。料理盆里调点盐水，再将切成小块木薯加入盐水内泡一泡，泡过盐水的木薯才不会变黑。备好一锅水，水量要够，因为要蒸约1小时。放上蒸格，再将木薯放入，大火蒸至木薯变软。趁这时候可以来备个椰丝内馅，锅子里倒入清水150毫升，椰糖100克，用个塑料袋装起，击碎后加入。半小匙盐，3片斑斓叶，打结后加入。炉开低火，慢慢将椰糖煮至化开。好了，将煮开后的糖浆搁置一旁待用。干货内倒入白椰丝250克，中火将白椰丝炒香。这白椰丝经过炒香环节，完成后的内馅会比较香。中火炒约2分钟后，再将预先备好的椰糖浆倒入，再继续拌炒，一直炒至糖浆收干，货底已经没有糖浆了。1小匙玉米淀粉内加1大匙清水拌匀，再倒入炒香的椰丝内拌炒，这样完成后的椰丝内馅比较容易塑形。起锅前再倒入40克花生碎，一起拌炒。又香又美味的椰丝内馅就完成了，先搁置一旁，降温后备用。哇，这很香哦！是的，这是大火蒸了1小时后的木薯，用根木块测试是否熟透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都蒸软了。熄火。倒入这包装浓椰奶100毫升，就半包的量，再盖上锅盖焖个10分钟，这椰奶稍微焖热会更香。10分钟后取出，趁热将木薯中心这条硬梗去掉。然后再加入细砂糖60克，盐半小匙。再趁热将木薯捣成泥状，好了，约这状态就可以了。完成后的木薯泥必须待完全冷却后，才不会粘手。备好这一个制作黄梨塔的模具，剪开个塑料袋，勺入适量的木薯泥，您可以隔着塑料袋将木薯揉匀，也可以穿上这塑料手套，一样很方便。揉匀后，再盖上塑料袋，用支擀面杖将木薯泥擀成约1公分的厚片。接着再用模具一个个按出。这薯泥还是没完全降温，不够冷却，所以还是有点粘性。Celine， 我想您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
在每一个按压出的木薯榻下垫上一片香蕉叶，这部分是完全冷却后的木薯泥，不粘了，明显容易处理多了。取出冷却后的椰丝内馅，塑成小圆球，每个重10克左右，再一一放在木薯榻上。很美味的木薯榻就完成了。在舅舅每个视频说明栏内都有提供完整食谱，每次您想做的时候都欢迎截图参考。若您有朋友想试试看，就请您将视频分享给他们吧。好了，今天这椰丝木薯榻就分享到这里。此食谱完成后约40个左右，在佳节派对上做些与朋友分享，真的很不错。对，这个好吃。是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。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舅舅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吃——炸薄饼。我看嘟嘟最喜欢了。是的，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一带，都习惯这样称它，即是薄饼的意思，很受欢迎。一般食阁或小贩中心等地方都会有卖薄饼的摊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制作薄饼少不了沙葛内馅。舅舅今早到菜市场买了一个，特别新鲜。将沙葛去皮，洗净，再切成丝。胡萝卜一个，去皮后爆成丝。热锅内倒入4大匙，约60毫升食用油，加入40克小红葱片，中火爆香。在葱片爆至微黄时，再倒入60克蒜末。当锅内葱蒜末呈金黄色后，倒入备好的胡萝卜丝150克，这胡萝卜丝多或少一点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接着将切丝后的沙葛加入，这沙葛切成丝后净重1.1公斤。哇，这量很多哦。是的，舅舅今天做的是4个成年人的量。跟着做的朋友，如果觉得量多，可以将食材减半。食材炒匀后，盖上锅盖，中火焖个几分钟，煎中开盖稍作翻拌，避免食材糊底。接着再继续将沙葛焖软。在沙葛焖软后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1小匙盐，1小匙白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2大匙蚝油，最后是2大匙生抽。接着将所有调味料与沙葛炒匀。今天这沙葛新鲜，含水量高。加入调味料后，沙葛还会排出一些水分，这时候可以将火力调高快炒。炒至沙葛水分略收干，锅底没有太多的水分后，这时候就能将沙葛离火，倒入料理碗中，待凉备用。等待中，先来准备个豆瓣甜酱，搅拌器倒入20克甜豆瓣酱，以及100毫升清水搅打。搅打后倒入小锅里，中火煮开，
再加入20克白砂糖，煮开后转文火，稍作搅拌，避免糊底。加入半小时老抽调色，1小时料酒，绍兴酒或花雕都可以。碗里勺入1小时玉米粉，与1大匙清水拌匀，倒入甜酱中勾个芡。这做法完成后的甜酱会比较浓稠与顺滑。这豆瓣甜酱是这薄饼的灵魂，不可或缺。完成啦！是的，接下来要做个辣酱。1条红辣椒约25克，吃辣的朋友可以加些指天椒。20克蒜瓣剪碎，方便搅拌。再倒入50毫升室温开水。搅拌后倒入器皿中，加入1大匙白糖、2大匙番茄酱、2大匙白醋、将所有食材拌匀，辣酱也完成了。还好，不难。碗里勺入2大匙面粉，再倒入适量清水拌匀，先拌个面糊备用。取1包限购、边长21.5公分的正方春卷皮，这是舅舅比较熟悉常用的牌子，大家还请自行选择。先拿出1片，其余需用湿巾盖上保湿。少挤适量的沙葛内馅，降温后的内馅还会排出一些水分，少挤时用2勺子稍微挤干即可。再依着视频内做法，将沙葛内馅裹上。在饼皮末端沾上一点面糊，再将薄饼卷起，一个完整的薄饼半成品就完成了。相同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依着视频内这内馅的用量，此食谱完成后共得薄饼18件。我们4人刚好可以当一餐。是的。锅里倒入适量的炸油，中火烧至中温。油热后，放入1小片春卷皮，春卷皮立刻起泡，浮上油面，说明油温已够热。对厨房新手来说，舅舅一般会建议先放1至2件，待成品完成后完全满意，再一次大量油炸。这做法虽保守，相对来说成功率更高一些，不至于功亏一篑。对。油炸至金黄色后捞起，在确定没问题后，这次就可以大量油炸了。这做法很保险，这薄饼不油炸行不行？关于薄饼不油炸另一个做法，未来会再另做一支视频。OK， 哇，可脆哦，很想吃了吧？真香呀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淋上少量的辣酱，再一些甜豆瓣酱，
最后再撒上一些花生碎。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来吧，嘟嘟，请张开口。太香太脆了啦，这也太好吃了。辣酱微酸配搭上甜拌酱的特殊香味，加上香香的花生碎，叫人指甲留香。各位阿姨姐姐们，快做起来，千万别走饱。开吃咯，我们很快再见。拜拜。